学习一下关于水彩花瓣的基本控笔，也就是说画水彩花瓣的时候，我们最常用的一些手法技巧啊。首先第一个，我们在彩绘里面是不是有学过圆头花瓣，对吧？这个包括水彩，我们先调一个颜色啊，随便调一个颜色。在我们画水彩的时候，是不是用的笔的侧面去进行绘画，不再去用笔尖去进行压笔？我们彩绘里面去画花瓣，是不是通过笔的压的力度去控制花瓣的一个粗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的这个水彩不一样了啊，水彩是要用笔的侧面去进行绘制，用笔的侧面去进行绘制，以及收笔、抬笔收。比如说最基本的一个手法，大家来看一下，我放大一下啊，放大一下。首先我们在调好颜料之后，用的基本都是平涂的手法，来看。首先，我们画的过程中，整个手法的控制上啊，当我们想画第一种圆头花瓣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分成几笔画，因为一笔可能说是我们压不出来那么圆的，所以说我们先放下去之后，往左上角去平着提，提完之后往下去走弧度，然后来往下去收起来。能看清楚吗？来，大家就是每个人习惯不一样，你们也可以，当然从这边往这边去提。从这边往这边去提，提完之后往这边去拐，看到没有？用平涂，用笔的侧面，然后慢慢给它收过来。哎，要画圆头类的花是偏向于这种，但是大家会发现，但凡跟水彩有关的这些花朵，都是以尖头花为主，这种偏尖一点的为主，就是因为笔的问题。所以说大家在画的过程中，像这个圆的，大家可以先去尝试，哎，我试试我自己能不能勾出这个圆，勾出一个边，然后把结尾收起来，把结尾咱给它收起来。对吧？然后或者说换一个方向，也是笔的拿法是跟那个彩绘有一点点类似的啊，但是只是我们先给它大概意思就是先定一个框，定好框之后，我最后才把结尾给它收掉。然后但是水彩的花瓣不会像彩绘花瓣边缘那么整齐，它都是这种斑斑驳驳的效果，这个大家要注意啊。除非你说我就非得非常整齐的，好，那我勾一个小花瓣，勾好之后我直接平涂进行填色，这也是可以的，好吧？这也是可以的。这就是边缘就比较整齐的情况下了，但是如果一般用水彩填色不会像这样似的，但也有。看边缘，我直接两笔往下压，收进去，是不是？你看这是花瓣的两种不同形态。这是第一种，大家通过压笔去调色，压它的形态去改变一个花瓣的外轮廓。那最常用的，我们一般来说就是直接，因为笔放下去前端就是尖的，所以说我们直接往那边去平铺带的时候，然后收下来，对吧？它两端都是偏向于尖的这一种。如果在绘画过程中发现有大量的这种空洞，正常吗？也就是在纸上是正常的，在指甲上如果出现这样，说明你的笔颜料少了，就需要再去加一点颜料。如果太干的话，就变加水了啊。来看画这种花瓣的时候，一般来说我们会整个笔压下去，你看侧面压下去，然后往上面去调节，下面想往哪收往哪收，是不是？这种偏尖形头一点点的花瓣，因为它笔尖自带这种尖头，从右往左边去画也是如此。没有，再看一次啊，直接平铺放下去，想往哪边宽，那就咱往哪边收，注意好。那结尾我想要瘦一点，慢慢去抬笔，往上去抬，往上抬起来。这样来看一次啊，直接笔侧面放下去，来往这边去收起来，用笔的尖去收，看见没有？这是我们用这种方法操作，包括在画玫瑰花的时候也是如此。玫瑰花的时候不是月牙形花瓣吗？放的时候是尖的放，然后来中间宽的地方直接平着往这压，压好之后我们要拐弯了，好，慢慢抬笔，用笔尖去控制这个结尾处花瓣的地方，它往哪边去拐的，能看清楚吧？画一朵啊。像现在先画这种花瓣，比如说我压下去，好，往这收一下，一半，这边压下去，往这收，感觉不漂亮，好，我再调整两半，这边放下去，三半，这边不漂亮的时候，好，我稍作调整，是不是基本的一个小花花有了吧？叶子啊，叶子也是一样平涂过去啊，这我就不再画叶子，因为红色不可能是叶子，所以说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些花瓣技巧。其实水彩花瓣大家在画的时候，包括看到的任何版，你们看看，基本上都差不多，基本上都大差不差，它不会区别特别大，不像彩绘一样有那么多的绘画形式，但这个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啊。好，来看。这是最常用的基础花瓣的一个控笔方法，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玫瑰花。玫瑰花呢，在水彩里面是通过压笔收起来的这种，对吧？但水彩不一样。如果说想要画花心，好，我们可以直接点一下平铺放下去，直接往里拐个弯，平涂啊，平涂，放大看，来，直接画心的话，放下去，
你看往这边拐一下，这边放下去，往这边拐一下。好了，一个花心，玫瑰花的花心就完成了。然后来下面，因为我们花朵要包裹起来，所以不可能往外去开，肯定是贴紧这个地方放下去。好了，来平涂往外去走，往内侧再去拐弯收。收，你看是不是花瓣瞬间被包裹起来了？来这边换个角度比，换个角度平着放下去。来往这边去拐，看往这边去收，慢慢抬笔抬起来，是不是玫瑰花的花苞出现了？然后两侧的时候，如果咱画的这个玫瑰花不是特别大，你比如说这两边我要开大一点，那运用到我们刚刚第二种的一个技法，我直接把笔放下去平涂，然后结尾收到哪里？收到这个玫瑰花的花萼部分，对吧？这边也是一样啊，我不想这个往这收一下，平涂往这收一下。对不对？你看这个玫瑰花啊，基本上这个形态就出现了，这是带有花苞又有张开的这一种。那日常运用的话，大家可以单独去看一下水彩玫瑰花的画法。咱在这里再详细看一下啊。花心点一下，平粗，然后这边每一瓣花瓣来给它包裹起来，是不是都是把笔侧面压下去？说实话，用水彩笔画比用彩绘笔画要更好画一点点，而出来的效果更真实一点。给它包裹起来，注意花瓣大小不要太统一啊。啊，这边给它包裹上。越往外侧花瓣是不是要越大？好，越大，我们给它打开，这边打开了，上面是不是应该也有呀？只不过它是偏瘦了啊，这个就要注意花瓣这个玫瑰花的一些形态了，不能说一味的只知道我往里收或者怎么样，然后近大远小、近宽远胖啊，这些咱绘画时候学到的东西都得运用进去。看，这是一个稍微盛开一点点的玫瑰花，盛开一点点的，两侧也可以再打开一点。好了，下面该有花萼，我直接用这个颜色去操作了啊。花萼，好，粘上去。这个其实不应该花萼出现在这儿，因为这朵花大家张的这么大，一定是从花的俯视图去看的，所以说花萼出现这么大就有问题了。你比如像这个，因为从偏侧视图的话，我们有花萼，看起来这个花是正常的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俯视图这样有个花萼的话，就看起来有点假了啊。你看在这上面还是用我们第二种技法，平涂放下去画叶子，然后这边也可以反过来往下去收。你看它就折下来了啊，方向折下来了。所以说来，我们需要再次去尝试一下，通过玫瑰花练习我们的一个基本花瓣的控笔方法。来，首先第一种看好了啊，先横着去画，先直接整个笔尖放下去，然后平铺往右侧带，马上放下去之后，再看一下，放下去之后马上抬笔，然后慢慢抬，用笔尖往这边去收，再看一次，放下去之后。只接着去抬笔收。那如果想画的花瓣长一点的话，那我们就是怎么样？放下去之后，我平涂的位置宽一点，然后再去往上收，就是往右侧拉的位置长一点，跟刚刚是一样的。放下去之后，往右侧拉的长一点，往这边去收，对吧？这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。那侧面也是一样，比如说侧面从这边来往下压下去，马上抬起来，往内侧去转笔，往里拐。一定记得玫瑰花花瓣是往里收进去的啊。那画长一点的，那往外多拖一点。对吧？再往里去拐，边缘形状不需要很规则，只需要接近于这种状态就可以。因为玫瑰花嘛，玫瑰花它不一定说边缘一定是这个叫什么，这种偏向这种的，甚至是我们画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这种状态的，它也是对的，不一定只能说是平涂啊，跟小月牙一样，有三角类的也是没问题的，好吧？所以大家去练习一下这个，然后一层一层的点，然后来这个角度往上抬，是不是我们的这种？那这边是不是练习右边的？来压下去。好了，两朵，那上面我们就把手拿到上面去，这样去拿，同样也是用笔的侧面直接放下去，之后来往这边去拖动，拖的过程中慢慢抬笔，不要着急，慢慢抬笔给它把这个结尾收起来。收不好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反过手来再往这边扒拉一下，三瓣，来这边还是继续往下加，偏三角形的对吗？也对，这边放一个偏那个啥一点点的，好，你看是不是这个玫瑰花就出现了？这是这个啊，然后如果说是再结合我们做渐变的手法，把笔刷干净。首先笔那个中间的地方我们点随便去点啊，随便点花心，因为越往中间颜色越重的嘛，我们可以稍微加深一下。然后侧面的地方刷干净笔之后，我们用渐变的方法把笔上多余的水分吸干净，笔尖旋转取色，取好颜色之后直接来平涂，看一下，有点太干了笔啊。平涂过去，会发现中间的颜色是比周围的颜色要偏重一点点的。再看一次啊，比如说画个花瓣，画这边吧。
也就是说，就跟我们做渐变一样，当笔上没有多余的这个颜料的时候，笔尖旋转取色，取完后面的这个咱们的笔是干净的，所以说做完的这个颜色边缘也是能看，现在能看出来了啊，中间颜色深，后边颜色是透的半透状。那如果我想要中间颜色加深的话，是不是咱可以通过干叠的方法，或者湿叠？边缘这个地方已经干透了，我想增加一下中间颜色的浓度，好，那我会把这个颜色看这个版。看这个版，把这个位置加上去，加深一下这个的边缘颜色，然后通过咱们做渐变的第二种或者说揉边的技法，把边缘给它揉开，是不是这个花瓣由深到浅的效果就有了？给它带出来，由深到浅，最深的是在哪里？立体感就会更加强烈，就不像这个那么生硬了啊。再看一次，如果像这种花瓣叠进去，来，在花瓣的内侧，我们把这个颜色增加。不需要就是非常整齐，隐隐约约的啊，有深有浅的，斑斑驳驳的。好了，涮干净笔，边缘揉边操作，不要超出去啊，就在这个花瓣的内侧去操作。颜料多了，该洗笔洗笔，该擦笔擦笔。是不是颜色的加深也就加上去了？这是我们在日常运用中一些简单的小技法操作啊。除了我们可以手法自动去做渐变，也可以通过颜色的叠加。颜色的叠加在美甲里面用的比较多，因为一层大家可能都控制不好，也比较麻烦。那我们就直接叠2层。那如果你们自己能一层控制好，那就做1层，好不好？就做1层。这是通过玫瑰花来练习我们笔的各个角度的调节操作，可以转笔啊，每个角度都练习一下。好吧，像这种我们在画的过程中是经常会用到各种各样的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要画一个小兔子耳朵，控制不好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先简单的，我简单的走一个小形状，我知道它的兔子耳朵是在哪里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去给它进行颜色的叠加，对吧？进行颜色的叠加，这个应该揉个边啊，这画一个小折耳兔，内侧加进去。加进去，你看兔子立体的感，耳朵折起来，立体的感觉是不是就有了？对吧？立体感觉就有了。你看，就是通过这个需要大家反复练啊。但是前期我们可以先勾边，然后再填色，也可以直接一笔画出它的一个形态，一笔画出形态。然后这里呢也格外跟大家说一下，花瓣有的时候它的折叠感不是通过我们画出来的，是通过颜色叠加叠出来的，是通过颜色叠加叠出来的。咱简单画一个最普通的花瓣，大家来看，画大一点啊。这个其实在咱们直播课里都有讲过，比如说这个花瓣。我先放到这儿，然后再画一个这样的。好了，咱等它干透，等它稍干一下，干完的颜色一定比现在的颜色更加深一点啊，更加浅一点，更浅一点点。我吸一下试试，吸一下多余颜色。好了，假如说这是花瓣，看起来有斑驳感觉，对吧？我想让这个叶子也好，把它当成叶子也好，当成花瓣也好，我想让它折起来，其实是通过你看。第1层颜色浅，那第2层我就卡着这一个第1层的边边，我给它加深一下，就是把这个位置有明显的颜色对比变化，边缘要光滑，然后跟后面不能断层啊，要做一个细细的连接。有没有感觉这个好像跟画荷花似的？它要不然就往里凹，要不然就折下去的，对吧？能看出来吧？这边也是，你想往哪折，都大家自己尝试一下。画完哦，可以这样画。边缘不要很整齐啊，咱拿一个就是像街上到处都是有树叶子，我们拿一个你拿着照着画一画都可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就凹进去了？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叠加的啊。基础花瓣从基础先控笔，控好笔之后再往下走，然后其实这是花瓣的控笔，除了花瓣还有我们叶子的控笔。我就直接用这个颜色了，好不好？叶子还有我们的枝干，枝干一般玫瑰花你看都是偏直的，所以说画的时候用的是哪儿？我不是说笔尖不能剪吗？就用笔尖这个细细的线条直接下去，直接下去，千万不要很粗的去压啊，不要这样去画，直接细细的一根，然后画不好的时候，看就折2段，折2段，这是枝干，然后中间加叶子，通过压笔来往这边去抬，对吧？如果这是往上走的叶子往下走，那么尖尖就是在下面压下去。往下收，也是通过咱笔的这个侧面拐弯，就是只需要大家去额外学习一下这个，把这个学好，基本上你们所有的花都是能画出来的。好。